市场重新定价 Fed 利率路径 ，BTC 也重新测试65000，但是这一周 CPI 就要公布。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追不追，而是这一次的突破到底是真突破还是假突破。这一集我们先不猜 CPI 会公布多少，只关注3个条件：位置、价格接受、市场结构。很明显，现在比特币是尝试接触到65000的价位，但都只是引线扫过，后面就没有有效的突破。如果 CPI 公布之前或是当下，比特币的价格是能够有效的突破，并且站稳65000这个位置，刚好也是一个大实框的多空分界，并不是突破当下就让各位去直接做多或开多。虽然前面各位可以看到是有一个反复测试过的一个关键位置啊，在一个4小时的周期，这条线是真的测试过很多次啊。但是要知道啊，我们等的永远都不是第一根的突破，一开始的突破，就算你有收盘的确认，但不一定位置会很好，也有可能是一次假突破，下一根就马上一个吞没红 K 又给你收回去了。所以要关注的是啊，突破之后回撤65000这个结构位必须得守住，这样子才比较接近完整的多方剧本。非农事实上是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一段行情突然加速，但是这些数据或新闻是不能直接替你决定这个65000的这个价位啊，是能不能直接追的。就算 CPI 的数据就直接发布了说，好，我现在利多，但是数据的利多啊，和市场愿不愿意接受更高的价格，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会直接拆解3件事啊，就是65000现在是处在什么位置，以及怎样子的突破才算市场有真正接受这个价格。最后就是观察市场结构回撤的时候能不能继续延续，也是会整理多方空方，就是假突破以及 CPI 前最重要的几个关键价位啊。上一周有个数据，就是最新7月的非农并不是单纯的低于预期啊，而是就业人数减少了 2.3 万，市场原本的预期是增加大约8万，而另外前2个月数据合计又被往下修 10.3 万，所以目前市场看得到的不只是单月的数字变差了，而是劳动市场可能比原本理解的要更弱。这也是为什么数据公布之后，利率预期和风险资产会更快重新定价。但是很多人自从知道 CPI 还有非农这些数据之后，就反而会先格外的去关注市场，导致盘面现在发生了什么都不去关注啊。有些人会认为就业差，所以 Fed 比较宽松， Bitcoin 一定会涨，但是市场是没有想的那么简单啊。因为在8月12号还有一个 CPI， 现在市场同时要重新衡量就业还有通膨，所以 CPI 公布之前，是需要更在意那个价格本身告诉我们的答案。各位是可以发现到 Bitcoin 之前很神奇的事情啊，历年来这个月份啊，也就是8月，不管是去年的2025还是前年的2024，还是更之前的2023，每一个8月都比较偏向下跌的行情，但也不能说今年也会是相同的，因为还是要关注到位置嘛。刚好今年的月级别的 K 线啊，又卡在这个月级别测试过的一个热能区啊，前面也有一个新鲜的一个 MSNR 啊，不管是利用 MSNR 还是用热能区的视角啊，或者是各位看下方的 MACD 或者是 RSI， 如果是不看去年或前年这些之前的数据的话，单纯只看盘面是可以发现出，虽然月级别看啊，那么大实况的看啊，前面一定是多头嘛。当82500这价位被跌破并且重新测试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有提醒各位，这边是一个绝佳的空点啊，毕竟也是结构改变之后 MSNR 回撤的关键地方嘛，也有月级别的湿润区啊。但有些人就很好奇了，价格跌破前面的摆荡低了，也回撤过了，产生一个更新的低点了嘛，回撤到了月级别测试过的湿润区，也回撤到了一个 MSNR， 这一整段的行情从原本的12万跌到现在65000，到底是深度的回调还是在扫多方流动性？以我目前现在的观点啊，这个湿润区还是有机会在守。什么意思呢？也就是65000这个位置高概率就是会突破，但是我不会关注65000这个价位。各位现在也看得到，现在是8月9号晚上9点18分，比特币也是在65000这个位置徘徊啊。但为什么我会说不会关注65000这个位置呢？从月级别来看嘛，前面的地方回撤了什么？在5月初那时候说要暴跌的时候，也有给各位画一个关键位置啊，这一层湿润区加上 MSNR 转变的地方是不是精准回撤？照搬下来，要更关注的是这个湿润区新鲜没有测试过的。如果要更精准的，差不多7万就抓一个7万的位置。要关注的不是65000，我会关注的是7万。配合到刚刚讲的去年、前年、大前年所有的这个月份，也是这个数据发布都有可能高开低走，也就是价格有可能先往上突破65000，或者是7万到7万之后，然后再往下。这一个是空方的剧本，也就是假突破的剧本。目前这个位置关注的回撤过了月级别的湿润区，还有一个新鲜的 MSNR， 下面的 RSI 跟 MACD。RSI 的讯号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各位首先要先知道，你吃的到底是反弹逆势单的多方，还是趋势顺势单的空方。自从比特币到了12万，并且后面又跌破了82000这个位置，结构就已经很明显了，由多转空啊。所以目前空方都还是顺势，但是怎么样才是真的结构改变呢？刚刚也给各位看了一个假突破
破的剧本我关注的点啊，并不是65000这个位置，虽然这个位置在4小时级别，真的磨了很久，但是我比较在意的是市场的新鲜度啊。黑棒在一个价位磨得太久，也就是代表市场慢慢的接受了这个价格，所以相对来说，我认为65000这个位置对我来说不重要了，因为市场已经接受了嘛。再来看的，如果是做多，就是看更高的点嘛。刚刚讲的7万这个位置嘛，月级别的适任区加一个 OTE 还不错的新鲜位置。但如果各位都没有在这一周吃到一笔顺势的多单啊，就可以利用我刚刚讲的方式，就是在下礼拜1、礼拜2有没有正式的站稳65000之后呢，也就是一开始有跟各位讲的，从来都是不追突破或跌破的一个价位被标记起来，只是值得关注。也许下礼拜1、礼拜2周开真的高开高走了，真的有一个天图的 K 棒正式的收盘突破了65000，这也是我们这一集要关注的一个点。价格有没有真的接受？确认站稳之后，各位是可以等这里的回踩，或者是各位策略的关键位置，然后来做一笔顺势的多单嘛。但如果价格又只是刺过了上一周的高点外部流动性啊，然后天图也没有收上去65000或者是外部流动性的上方，那就要小心，可能是有概率走一小段的下跌行情。毕竟上一周的走势也是低阻力流动性啊，价格就是在这里缓涨啊。之前也是有跟各位群友分享很多图啊，是有概率啊走一波小缓涨之后，然后急速下跌，猎取完前面的所有流动性之后，再往上涨的。事实上价格是有很多走法，但是各位真正关注的位置只会有那几个，没到各位关注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就静观其变，不要因为市场的快速波动，然后让我们急躁。65000是目前价格正在尝试接受的位置，那我们下一周真正要关注的是什么？来，首先第一点最近的就是63500这个内部缓涨流动性，这里可以是一个关注的点啊，刚好配合到之前传给群友的图片啊，市场的惯性或者是市场的价格行为一直有概率扫一下内部的流动性之后再往上继续涨的。上方的价格最近就是看一下上一周的外部流动性啊，65000多啊，跟有没有正式突破65000这个位置差了不到500点而已。这个月最高也就是这个月的上影线，认为大概达到7万啊，月级别 OTE 还有月级别的适任区啊，如果是要跟去年还有前年的黑棒形态几乎一模一样的话，有机会回撤到这里之后，然后再延续空头嘛，这个是最远的啦，也是位置最好的情况啦，但也不可能一直等着这个位置，错过很多我能吃到的机会嘛。当然啦，这也是我认为最好的大实况的做空机会啊。如果单纯是要关注下一周的 CPI， 上一周的高点外部流动性，还有65000这个价位或者是这个区块，一定是确认多方的区块啊。下周1或下周2确认正式收盘突破，然后内部回调站稳，顺势打4小时或1小时级别的多单。如果这个区块碰到没站稳，然后反而猎取流动性，那没关系，就吃一个天图级别或者是月级别的大实况的顺势空单，大概吃到63000这个价位是可以平一些仓位，或根据自己的打法在途中可以加仓或者是设置套保之类的。两种剧本啊，但同样都是关注65000这个价位到底天图级别能不能站稳。最后是 CPI 当天，官方的公布时间是台湾时间的8月12号晚上8点半，那时候我应该是在贵州，但我还是会跟各位群友分享当下最需要关注的高点以及低点。如果各位也常常知道新闻很重要，却不知道盘面该看哪里，可以点击我置顶留言的连结，私讯我剧本，跟着我一起学习交易，以及观看 CPI 当天我分享给群友的关键位置。